Hello，兄弟们，我是有风，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有一个频道的话，它是做这种纪录片的，它的一个播放量的话，还有收入的话，非常非常的高。这个频道的话，它有9万粉丝啊，它一共才7个视频，7个视频的话能达到月播放量达到100万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它制作这些视频的话，都非常非常的简单。那你想知道他们怎么做的吗？从编写剧本、配音，再到用 AI 生成图片、编辑这些的话，本期的视频的话，有风都会一一进行一个讲解。我们随便打开它一个视频，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视频的话，大多数都是通过这种图片的形式展现出来。它里面的话会用到谷歌地球调的一些素材，还会用一些 AI 生成的一些图片。整个流程下来的话，其实我看了一下是非常的简单。一起来做一下这种关于历史纪录片的一个视频。那本期会用到很多工具，相关链接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在操作之前，我们来大概看一下有风做的这个视频的一个效果。 On the early morning of July 1st, 1916, as London residents slept, some were awakened by a distant boom. For a bustling city like London, however, what Londoners perceived as a distant rumble. YouTube 上面赚钱挣美金的话，首先你要达到它的2个基本要求，就是你的频道的话至少需要有1000的粉丝，然后过去1年的话，你的视频的总的观看时长需要达到一个4000小时。4000小时的话，它是针对我们的一个长视频。那如果你是短视频的话，需要你在过去90天以内达到一个1000万的播放量。当你达到它这个要求以后，你就可以申请加入油管的一个合作伙伴计划。油管就会在你的视频里面自动插播一些广告，你就可以获得这些广告的一个分成，而且赚的话是美金。当你频道开通广告以后的话，你每天的收入的话，它在这里面的话就会详细的显示出来。你昨天挣了多少钱，它里面都会进行一个显示。只要你稍微勤快一点的话，你的频道的话收入会越来越多。像这样的一个制作这种历史类的一个频道很多这个频道也是，这个频道的话它有200万的一个粉丝，那视频的话有200多个，2016年创建的，到现在的话有接近8年了，8年的话依然在更新一个视频说明的话这个领域的话确实是赚钱的。播放量达到了接近500万的一个播放量，收入的话可以达到几千上万美金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它是持续了接近8年的一个时间。在油管上面做视频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今天做的视频，你可能在明年后年这个时候你依然会有收入。我们也来随便点开它一个视频来看一下。它这个视频的话就是做一些关于2战的一些视频，它里面的话可能会调用一些，它里面的话很多素材文件的话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就是用 AI 生成的一些照片这些的话都是基本上应该是用 AI 生成出来的现在有了 AI 的一些加持，那我们制作这样的一些照片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容易这只是一些简单的一些图片，简单的动起来。它这个主要讲解用动画来讲解一些2战的一些历史。那这个频道除了通过广告赚钱它也通过销售一些产品来赚钱在这里有个简介，我们来点开来看一下它会跳转到这样一个商店购买销售它这个产品。你看这里是价格，你可以直接增加到一些购物车。大概率的话是有一些跟游戏相关的一些产品里面的话这些的话基本都是需要收费的。我相信通过这种销售产品的收入的话会远远高于它的一个视频广告的一个收入。在制作这样的视频之前的话，首先我们需要一个视频的一个脚本。那如果是用英文的话，你要制作一个15分钟的一个视频的话，大概率你需要2000个字。我们看一下它的视频的话，平均长度的话是在10几分钟。这个频道另外一个频道就比较猛了，它每个视频你看这里3个小时、3个小时、1个小时、2个小时。做长视频有一个好处，就是一旦有某一个视频爆起来以后的话，你4000个小时的话，可能在几天之内你可能就可以达到它这个要求就可以开通一个获利。只是说制作3个多小时，不管是对你的一个专业技能，还是说对你电脑的一个要求的话，都会非常高比如说你要想在你的电脑上剪辑一个3个多小时的一个视频你的电脑配置的要非常高，至少可能需要上万的电脑剪辑起来可能才比较流畅。几千块钱的电脑可能剪起来可能会有一点卡顿。新手的话，我们可以先从这种短一点的视频，就是10几分钟的视频开始。做长视频的话，我建议大家至少要做8分钟以上，因为8分钟以上的视频的话，每个视频可插播的广告会更多，8分钟以内插播的广告数量会少很多同样是做视频，那我们就稍微努力一点做长视频，因为油管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长视频平台它更喜欢推荐一些比较长、比较有价值的一些视频。
那我们随便点开一个视频来模仿制作一下。当然的话，我们不是完全照抄他的视频，那我们需要根据他的视频的话，稍微来改写一下。那首先的话，我们需要在电脑上安装这样一个插件。找这个插件的话，我已经安装好了。相关链接的话，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直接打开链接去下载就可以了。第一次进来以后，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那安装到你的一个 Google 浏览器上面就可以了。安装好我们的一个插件以后的话，你回到随便点开它的一个视频，一定要刷新一下。刷新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按钮，这个插件的一个形式大概就是这个，我们就可以点一下这个钉，把它钉到我们的这个上面来。接下来我们需要提取它里面的一些文字信息，直接点一下这个，它会跳转到我们 GPT。这个时候 GPT 的话就会把它里面所有的一些文字信息的话全部给提取出来。那这里可能有时候有点慢。如果说你播放到这个地方，你想知道这个地方它用了哪些文字信息，你点一下这个按钮，你可以直接点一下这个按钮，它会跳转到对应字幕显示的一些位置。这个工具用起来非常的舒服。好，这里的话，它已经帮我们把这些文字信息的话全部都提取出来了。提取出来以后会自动发送给 GPT。GPT 的话，它会比如说给它的要求帮我们把这段文字的话先帮我们总结一下。那我们要的不是它总结的一些内容。在使用之前，我建议大家把 GPT 的版本的话，用这个 GPT-4o 来处理。GPT-4o 的话，它处理文字的信息的话会更强一些。那我们可以复制一下这段内容。复制好以后的话，我们粘贴到这个地方来。比如说我这里，我给它要求是，请根据以下油管的一个视频脚本，帮我改写成一个新的视频脚本，15分钟左右，用文章的形式写出来。那这个时候 GPT 的话，它就会再帮我们写。那每一部分的话，它会帮我们分得非常的清楚。那如果它生成出来是一个中文，那你想改成英文没有关系，我直接叫它暂停，用英文写。因为在 YouTube 上面的话，英文的受众的话，它会更高一些。那我建议大家在做的时候的话，用英文来做。方法都是一样的，你不要担心英文看不懂，现在有这么多 AI 工具。直接的话就可以翻译，非常简单。英文不好，在电脑上有安装这样一个叫做沉浸式翻译的软件，你点了它以后的话，它会把我们整个页面的话翻译成一个中文。我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点一下它 ，OK， 它下面的话，你看这些内容的话，全部的话帮我翻译成了一个中文，那你看起来就会轻松很多。这个软件叫沉浸式翻译，你可以看到它大概的话就用这种形式的话帮我们写了一下，但是我对这种还是不是很满意，我叫他直接用文章的形式写，这个时候他就在帮我们写了。因为如果他用上面这种写的话，有时候等一下我来进行文字转语音的时候有点麻烦用这种形式写的话，等一下我来转语音的时候就会方便很多。接下来我们需要把以上的一些文字信息转换成对应的一个声音。那我们用到的工具叫做 Eleven Labs， 也就是11实验室。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可以用你的 Gmail 邮箱登录一下。登录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左边这个语音，我们点击左边这个按钮，然后这里有个声音库，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声音。我们首先需要选择一个声音，点击这里有个声音库。声音库的话，上面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对话故事这样的一个配音。然后这里点击这个按钮，我们点击这个按钮下拉。这里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选择一个比如说男性的声音，男性来解读这种二战历史，可能效果会更好。因为我们刚才模仿的这段视频的话，它讲的是一个二战时候的一段历史，我看叫啥？讲的是一战中最致命的战役——索姆河战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战役。我们等一下也来制作这样的一个视频。这种历史视频其实喜欢的人很多，我其实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视频。我选择一个男性声音的话，我觉得需要一个中年人讲出来，可能会效果更好。语言的话，一个American 英语，我们选择这个英语。口音的话，我需要用地道的一个美国的口音。选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可以试听一下它的一个声音效果。This voice is perfect for telling stories in a friend. This voice is perfect for telling stories. 如果下面很多声音你都可以试听一下，你觉得这个声音好，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增加到你的声音库里面来。你可以命一个名，这里随便命一个，比如说叫一战，增加到一个声音库。增加声音库以后，我们点击完成，回到我们的 GPT 我们先随便复制一段过来吧。
好，复制一段信息过来，点击左边这里有一个声音合成，点一下第一个，第一个以后把我们刚才的声音的话，直接把我们刚才声音生成好的这些的话，直接粘贴进来。粘贴进来以后的话，我们这里可以选择一个声音，那你可以来这里选一下。我们刚才选的这个是1站，就这个声音，我们来听一下是不是它？ This voice is perfect for telling stories. 可以，就是它。里面有很多声音，那我随便选一个，比如说我选这个声音。选好以后的话，我点击这个生成就可以了。生成好以后的话， Crystal clear narration brings each scene vividly to life. Engage. 生成好以后的话，点击右下角这个有一个下载按钮，把它下载到你的电脑上就可以了。那 Eleven Labs 的话，它免费版本你可以自己拿来学习用可以，但是如果你要商用建议大家的话用它的一个付费版本。我们点击左下角这里有个订阅，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要求。也就是说，免费版本的话是不能进行一个商用的。那如果你需要商用，至少需要用它的一个付费版本，这里的话才有一个商用的一个才可以商用。不然的话，你做出来视频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版权风险但它的价格都不贵，你看每个月才$5，才30多块钱，还帮你可以商用，而且还可以用这么多声音，还可以克隆你的声音。那我觉得这个钱呢还是值得花的。相关链接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我们的声音的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些图片的信息。用 AI 生成图片呢，首先的话，我们需要提示语。提示语的话，我们可以叫 GPT 直接来帮我们整理。我把这段提示语发送给他，我说你现在扮演一名 AI 图片的一个提示大师，我准备制作一部纪录片。那这个提示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用英文的。如果说你打中文的提示，它有时候可能生成出来效果不理想，那大家用英文单词替换掉我们的提示中文2个字。我准备制作一部纪录片，已经写好了剧本文字，将在这里的话粘贴我剧本中的每一个段落。那你为我提供提示语，那为了准确起见，请为每个段落的话生成3个提示语。那这些提示的话需要与故事情节相匹配。你可以来到这上面，把每一段的话，比如说这一段发送给他，那他就可以直接来帮你生成对应的一个提示语。那当然我还可以改一下，我说你现在扮演 AI 图片大师，请根据以上内容，因为呢我就在这个对话的窗口为我提供一个提示语，为了准确起见，请帮我生成3个提示。这些提示需要我与我们的故事情节相关，那同时生成一个对应的一个图片。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因为现在 GPT-4o 的话，它是可以直接帮我们生成一个图片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生成图片的一个效果。它上面的话帮我们生成了2张照片，下面的话帮我们生成了这么多提示语。它会根据我们这上面的一些提示语的话，直接帮我们生成一些图片。那这是第一种方法。你看它已经帮我们生成了好对应一些图片，我们可以随便点开来看一下。其实这些照片的话还是感觉非常非常的真实和震撼。现在的话 GPT-4o 的话，它处理这种图片的能力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强。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那有了这些提示语以后的话，如果你不想用这个，那如果你觉得这个 GPT-4o 它生成出来的一个图片你不满意，那么我还可以换成其他软件来试一下。还有雷拉朵，还有 Midjourney。那 Midjourney 的话，它应该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一款 AI 图片生成的一个工具，我们都可以来试一下。那雷拉朵的话，它每天会给你150分，每生成一次的话，它这里会消耗一定的分数。我再用付费版的 Midjourney 来生成一下，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它的一个效果，你觉得哪个效果好，你选用哪个就可以了。那我测试下来应该是 Midjourney 效果应该是最好的，但 Midjourney 它是一个收费版本。如果你自己买的话，可能需要200块钱一个月。但有风的话在视频下方提供了一个 Midjourney 的一个合作按钮。大家如果真的需要，如果你想要效果更好，你可以去合作一个 Midjourney 账号，几十块钱，也可以跟着有风一起来生成一下一些更真实的一些效果。回到我们的 GPT， 回到 GPT 以后的话，我们同样把上面这些对应的一些提示语的话复制一下。复制好以后，我们打开这个雷拉朵，我们先用雷拉朵生成一下。我们这里把我们的提示语粘贴进来。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你的一个模型这里你可以随便选一个，你可以自己测试一下。左边的话，这里比例的话，我们改成一个16:9。选好以后，我们点击这里有个生成。同时我们用 Midjourney 来生成一下。Midjourney 的话，它是运行在 Discord 里面。第一次的当你注册账号以后呢，我们打开 Discord， 再用 Midjourney 来生成一下。打开 Midjourney 以后，我们用我们的账号的话来生成一下。打开一个斜杠
斜杠我们选择比如说 Imagine Pro， 然后把我们的提示语粘贴进来，然后后面的话对它比例的话改成16:9，横杠 AR， 后面比例改成一个16:9，发送给它。这个时候的话 GPT 这个神秘 Midjourney 它会根据我们的提示语生成4张照片以此类推，我们可以接下来把后面的其他提示语的话，通过这样的方法的话，全部的话生成出来。我可以看到刚才 Midjourney 刚才雷拉多的话已经帮我生成好了这些关于2战的一些照片，这个效果的话其实还是可以。我生成了非常多这样的一个照片我们都可以来大概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里面生成的一些效果。这里的话点击这个按钮可以查看全部。我们需要把我们刚才所有的这些提示语的话全部转化成一个照片。你看这里的话，我大概的话都已经转换成了，大概的话都已经生成了非常多。你觉得哪张照片好的话，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下载的话，点击这个地方有个按钮，你直接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把这个照片下载下来了。看一下我用 Midjourney 生成出来的照片这是我们第一个场景，就是在1916年的一个街上一个街景的一个照片，就是我们第一段提示语。它每次会生成4张照片，如果我喜欢第一个，我点一下 U1 它就会把 U1 的话帮我们把它先提取出来。生成的时候你需要花点时间。这是关于2战的一些图片，这个是关于一些1战的时候的一些照片。你看它这种照片的处理风格的话，都用的这种比较老式的这种照相机拍出来这种效果，而且看起来的非常的一个真实。整体来说，我对 Midjourney 生成出来的一个照片的话，我可能相对来说会更满一些。你看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战争的一个场面。如果说这张照片的话你不是很满意，或者说你想要重新生成，那非常简单，那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那如果你想和它生成相似的，你就点这个按钮。如果你想再生成一张完全不同的，那你就点这个，你就可以点一下它它就会又会帮你生成，你点击一下提交就可以了。生成照片的话，可能要花费我们非常多的一个时间在里面。怎么生成好的一张坦克的一张照片，这个枪林弹雨的一张照片呢，非常的震撼。那比如说我这个第一张我觉得满意，我点一下 U1，下面你看它这里的话，马上就会帮我们把 U1 调出来了。我们可以在浏览器中打开，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是一张1战的时候打仗的一个场景。只有目前来说，我看了一下，只有 Midjourney 它可能才能生成出这样一张非常真实的一张照片的一效果，感觉身临其境的一种效果。所有图片生成好，点击右键，你可以把它保存到你的电脑上面。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的话，就是剪辑了。随便点开一下，看一下他们制作的视频，其实真的非常简单，它没有太多的一个剪辑的一些效果在里面，主要还是一些图片进行一些轮播。它里面用到的这些素材的话，我相信应该大多数的话，应该是用 AI 帮我们生成。你看这种照片的话，明显是用 AI 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一些历史场面，一些历史的一些场面，这张也是。我们来播放一下，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就是图片上加了一些效果 ，AI 生成的一些照片。那这些的话基本都是这样的视频的话，因为它做的时间你看接近1个小时55分钟做的时间真的非常，因为它花了心思去做所以说它得到的回报也非常高了。接下来我们也来尝试一下制作出像它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今天要用到的一个版本的话，是一个剪映的一个国际版 CapCut。CapCut 的话，它在有一些特效的话，比剪映感觉要舒服一些，我们就用这个英文版。第一次进来点击，你先要在电脑上安装这个软件，我们点击这个创建，把我们的素材的话全部导进来。素材导进来后，我们直接拖到这下面来。上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图片，下面的话是我们的配音。我们可以先大概看一下。And it held littl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his lack of importance against the barely an hour north for this. Allied leaders decided. 现在的话，我们接下来就对着我们整个图片的话进行一下编辑。首先，我们把我们的左边所有的图片给选中，选中以后，我们拉一下，把它稍微变长一点点。太长了的话，我们再变短一点。和我们下面的一个文字信息的话，最好相对应。好，这样的话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工作的话，我们视频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希望节奏的话稍微快一点，可以选择几张后面的一些照片随便选几张不要让它相邻，随便选几个，按住键盘上的 Ctrl+C， 然后再按住 Ctrl+V， 把这几个图片粘贴出来，我们再把它挪动到一起来，相当于是对于我们整个场景的
刚开始对我们整个场景进行一个快速的过一遍，更能留住大家的眼球。然后后面的信息的话，我们再把我们往后面挪一些，不要在主轴上面进行一个操作。主轴上面操作的话，它会自动吸附，我们可以移到上面一点来，再把这些内容往后面挪一点。前面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下来一点，因为我们前面把它挪下来。那我们希望前面的节奏快一点呢，我们可以把它稍微变这样，变短一点点，前面的变短一点，我们把它全部选中，放到这个主轴上面，它会自动向前面靠拢。靠拢以后的话，我们再把我们这些信息的话拉下来，它也会自动帮我们对过去。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On the early morning of July 1st, 1916. 速度的话还是不够快，我们再来把它拉近一点，节奏我想让它超级快。OK， 差不多了。我们再看一下。On the early morning of July 1st, 1916, as London resident. 前面这样的话，前面的速 awakened by a distant boom. For a bustling city like London. 这样的话，前面的话速度的话就会稍微快一些。On the early morning of July 1st, 1916. 我们还可以对我们的图片上的话，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跟它加一些特效，加一些效果进来。我们点击这个效果，我们搜索一下这个效果，叫做 BATA 这个效果的话有点这种复古的这种感觉。我们看一下这种复古的效果，你看加在上面是不是有点这种老电影这种效果在上面？加了这种效果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有点这种老照片、老电影的这种效果。那它的模糊程度，你这上面可以调节一下，它的滤镜这些你都可以，它的一个数量的，它的一些程度的话，我们都可以来调节一下。那后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一些其他的一些效果，比如说这个效果，我们把它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拖进来以后，你可以把它往后面挪动一下。它在我们的视频上面的话，就会加上这样一些星星点的那个效果。接下来我再教大家一个小的技巧，我们可以跟它加一些关键帧上来。那关键帧怎么加呢？比如说在第一个地方，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右边的话，这里有个关键帧，我们点一下它。再在最后的话，再来加一个关键帧。这里的话，我们再来加一个关键帧。那中间的话，我们可以来插几帧，点一下它，这里关键帧，我们把这个数量的话，你可以减少一点点。后面的话，这里的话插一个关键帧，它数量的话，你又可以加多一点点。再往后面再插个关键帧，让它数量的减少那么一点点。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大概的一个效果，给大家对比一下。在前面的话会有这种，越往后面放的话，它这个效果你可以看到马上就消失。消失以后的话，它后面的话，因为我又加强了，后面这种效果的话又会更强一些。这个是一些比较关键帧的用法，大家可以多尝试一下。接下来的话，我们还可以跟它叠加一些其他的一些效果，因为它这里面的话效果非常非常的多。这种 PRO 的话就需要一些会员才能使用，如果没有会员的话，我们就只能用这种免费的一些效果。这个效果我们也可以让它来一个。那当然，同时你也可以加一些其他效果，下面效果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把它变小，拉到我们的最后面来。那后面如果你这里你不想要这个效果，你就可以把它去掉。后面的话你也可以加一些其他的一些效果。那后面的话我们还可以跟它加一些动效进来，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以后的话，这里有个动画效果，我们可以给这张图片的话加一些动画效果进来。这种带有 PRO 的话需要会员，那免费版本的话只有用这个效果，比如说突然加个这个效果进来。后面的话，不同的照片的话，你可以加一些不同的一些效果进来。做这些的话，会消耗非常多的一个时间在里面。大家的话做的时候的话，需要慢慢耐心的做。转场的话，我们也可以加一个，比如说这里有个转场。那转场的话，我们直接把它拖进来就可以了。再点击 OK。图片的话，加一些滤镜进来。滤镜的话，我们可以来一个电影感的滤镜。我们选择左边这个电影，我们随便可以试一下这些滤镜的效果。我觉得这个滤镜还可以的话，我直接点击这个加号。把这个滤镜的话应用到我们整个视频上面来，前面的话拖到最前面。我们来看一下加了滤镜后的一个效果的话，就更有这种电影感的一个效果。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加上一些你喜欢的一些效果进来。那如果说这张照片你也想放大的话，那我也可以来一个慢慢的一个放大。我们先选中图片以后，点击这边这里有个关键帧，点一下。后面的话我们再让它走一下，后面的话再插入一个关键帧，让它慢慢变大5%。好，我们来试一下效果。好，全屏来看一下。好，这个图片大家可以看到它在慢慢的变大。
这种的话看起来就有一种动效。同时我们可以后面再加一个关键帧，让它变得更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关键帧的话，大家的话可以多用一些，这样的话让我们的照片，你看它这种慢慢放大，就可能感觉会更有动效一些。这些效果全部加好以后呢，接下来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些背景音乐。没有背景音乐的话，我们这个效果的话是出不来的。那用什么样的背景音乐比较好的？如果你不懂，那我们可以交给 GPT 来帮我们写一下。GPT 的话，它给了我们一些音乐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可以用古典音乐，可以用这种氛围音乐，还可以用一些军音乐、交响乐。我进一步告诉他，我说我这个音乐库里面来找音乐，我准备在油管的音乐库来找音乐。我叫他给我一下具体的名字。这个时候的话，他就会告诉我们 YouTube 里面音乐库里面具体我们用哪些音乐比较好的话，他已经帮我们找出来了。接下来我们要找的就是来复制一下这个名字，找到这首音乐，那我们来搜索一下。大家看，我们已经找到这首音乐了。我们可以来试听一下这首音乐。这种的话确实是有点这种比较古典的一个音乐。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 download 把它下载下来。他说我们要用这首音乐可以，但是的话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它的一些版权信息的放在我们的一个视频描述里面。大家的话记得把这个保存下来，到时候用的时候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版权信息放在我们视频下方。同样的话，我们来找到下一首音乐。因为我们这个视频有点长我们不可能用一首音乐，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多来几首。我们来搜索它告诉我们的下一首也找到了，我们来听一下。也可以的，这首也可以，我们直接点击 download 同样的话，这首音乐因为也有这种版权，我们需要把它复制一下。复制下来，你先把这个的话存到你的有文档里面，到时候我们在上传视频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把这个放进来。这里点击个完成。接下来我们找下一首音乐，因为 GPT 的话已经告诉我们了音乐的名字，我们直接过来找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把我们的音乐的话导入到我们的视频里面来，导入进来以后，我们直接拖到最下面来就可以了。音乐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拖进来。每一首音乐的话，你可以截取它一部分。每个音乐的话，我们可以截取它的一部分来用一下。比如说这一首音乐，我就用到这个位置。我再可以把我第3首音乐拖进来。第3首的话，我用这么多。这样的话，让我们整个视频的话，音乐的话也会非常的丰富。我们这里每个音乐的话，我们可以点一下它，设置一个淡出。中间这个的话，我们可以设出一下淡出。每个视频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淡出。这样的，我们这一个也差不多。但是背景音乐声音太大了，我们把它调小一点，调成一个-20，我们来听一下。Although theoretically sound, this plan 如果还是太大的话，调成-25。assumed the Germans would not launch their own offensive. In this regard, the Allies guessed. 这样的话就差不多了制作完成以后的话，那我们还可以跟它加一些，比如说一些贴纸一些效果进来都可以。Attack on the Somme River. 如果说之前的效果你还想要的话，你可以点一下它，复制一下 Ctrl 加 V， 这样的话就可以重复的运用我们这些效果。制作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再来生成一下字幕。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字幕，这里有个自动字幕，直接生成一下。字幕的话我们已经生成好了。我们需要给字幕的话加上一些效果。首先我们去跟它改一个字体，这个字体默认那个字体不是很好看我们可以改一些其他的一些字体。我们把所有的字体的话都选中，选中以后的话，这里就可以来更改一下我们的一个字体。这种带有 PRO 的话，我们还是用不了，我们用点免费的一些字体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字体可以，我点一下它，我就把这个字体用上。这里有一个模板，我们可以来选一下我们字体它想显示的一个效果。比如说我们选这个。Of enemy machine gun fire soon answered their question. Despite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字幕效果呢，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字幕效果就可以了。字幕效果有了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整个视频的话导出来了。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个导出，的话我们把这个视频先导出来。视频导出来以后的话，我们再把我们这个字幕的话，也可以单独导出来，把它勾上单独导出来就可以了。但它导出字幕的剪映，它这个剪映英文版它需要会员才能导出。那我们直接点击这个视频，先把我们视频导出来就行了。我们的视频制作好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需要制作封面因为现在 GPT-4o 的话，它可以直接帮我们生成封面，我可以直接叫它帮我们生成一下封面，我们来试一下。我说，请根据以上的内容帮我生成2张关于这个
我们把这个标题复制过来，关于这个的封面图。说请根据以上内容帮我生成2张关于我们这个战争的一个封面图比例是一个16:9，因为它之前的话已经帮我们生成了，上面有一些照片，那我们也可以直接用它帮我们生成的照片，在上面加上一些文字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想用这张的话当我的封面我直接点击右键，我先把这张图片的话保存下来，直接点击这个按钮，把这张图片的话先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以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一个封面的话大概是怎么做的。它这个封面图你看非常简单，就是一张照片，上面打上一个字就可以了。那我们这里打上一些文字，简单的文字就可以了。那我们也可以来试一下。那我们要用到的工具是一个 Canva。打开 Canva 以后的话，我们这里的话选择一下这个油管的封面图，我们点击一下它，把我们刚才的图片的话给上传进来。因为刚才我们直接下好了，我直接可以往里面拖的话，它会自动，你看这里帮我上传进来。上传进来以后，我们可以把它拖大一点，在上面打上我们想要的一个文字。比如说它这个图片的封面图就是一个 SOMM1 非常的简单，或者说像这种2排字的也可以。我们不一定要以后它一模一样，我们可以我可以直接把这段文字的话打上来也是可以的。那我们点击左边这个文本的话，它下面有很多这种默认的一些模板，它的一个字的模板，我随便点开一个，它都会加进来。不满意我点击这个把它删掉。那里面模板很多，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可以，我点一下它，再把里面的文字的话改成我们的一个文字信息就可以了。不要的内容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删掉，可以把它放到，然后可以把文本的话放到左下角。左下角以后的话，我们还可以跟它加一些效果，这里有这种效果，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阴影在下面。好，这个效果的话大概的话就这样设置好了。封面制作好以后的话，我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分享，直接把这个照片的话下载下来就可以了。这里点击一个 download。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封面图的话也制作好了，其实也非常简单。我们可以看一下 GPT 帮我们生成了一个封面图，因为我刚才叫 GPT 帮我生成了一张。这个就是 GPT 帮我生成的一张封面图，它帮我们生成了2张，我觉得的话也还可以，这张也可以这张我们也可以拿来当做我们的一个封面图，也是没有问题的。你直接点击这个按钮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视频的话来到你的油管后台，点击这个上传，刚才用我们这个剪映制作好的一个视频传进去就可以了。那我们还需要一些视频的标题描述同样我们可以交给 GPT-4o 来帮我们写一下，或者说再帮我生成一个视频的标题描述还有标签。GPT 的话，它会根据我们因为 GPT-4o 的话，它会根据我们以上所有的内容的话，来帮我们综合分析以后，来帮我们生成一个视频。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的标题已经有了，什么战争的一个历史，这里的话是我们视频的一个描述。那这个章节它都帮我们写好了，比如说第几到第几分钟说的什么内容都帮我们写好了。下面的话还有一些视频的标签都写好了。标题的话，你可以多叫它写几个。你可以在里面的话随便选一个你觉得比较好的标题来应用一下就可以了。这里的话，它生成标题的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后面我们要做的就是重复这样的步骤，制作出更多有意思的一些关于历史的一些视频。关于历史的视频，我们可以做的内容太多了。但是我们在前期做的时候，可以找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视频来稍微改写一下做，这样可能成功的速度稍微快一点。如果你自己随机去想一个，可能的话你的试错率的话可能会花费非常多的时间。那我们可以先模仿，当你频道做起来以后的话，我们再进行一个超越。本期的分享对你有所启发，相关链接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我一起操作一下。我知道你们在操作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没有关系，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 On the early morning of July 1st, 1916, as London residents slept, some were awakened by a distant boom. For a bustling city like London, this was no cause for alarm. Many went back to bed, trying to ignore the faint reverberation across the English Channel. However, what Londoners perceived as a distant rumble was, in fact, a cacophony of destruction. The deadliest day in British military history had begun. By the end of 1915, World War I had devolved into a bloody stalemate, and the Allied powers, France, Britain, Russia, Italy, and Serbia, were desperate for solutions. Throughout 1915, the Allies faced the unexpected maneuverability of German forces,
which allowed the rapid transfer of troops between different fronts. To counter this, Allied leaders decided that in 1916 they would launch major offensives simultaneously, stretching the German army to its limits and breaking its might once and for all. While the Italians struck in the south and the Russians marched east, the British and French planned to launch their attack on the Somme River in northern France. The Somme was where British and French forces met on the Western Front, and it held littl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his lack of importance was precisely why it was chosen for the Anglo-French offensive. Facing two heavily defended German trench lines with a third under construction, the initial plan envisioned 39 battle-hardened French divisions advancing in the south, while the still inexperienced British and Commonwealth forces launched a supporting attack in the north. Although theoretically sound, this plan assumed the Germans would not launch their own offensive. In this regard, the Allies guessed wrong. In February 1916, the Germans unleashed a massive assault on the French fortress city of Verdun. As more French troops were drawn into this deadly struggle, the number of French divisions allotted to the Somme offensive dropped from 39 to 12. The major offensive would now be primarily a British affair. Despite this change, British commander Sir Douglas Haig remained optimistic. He believed the ongoing Battle of Verdun had placed enormous strain on the German army, and that the British now had sufficient artillery and ammunition to carry out a massive assault. Against the advice of his more cautious subordinate, Sir Henry Rawlinson, Haig decided British forces would seize the first two lines of German defenses simultaneously, maximizing their chances for a decisive breakthrough. In the week leading up to the offensive, more than 1,500 British guns fired 1.7 million rounds into the German front line. On the morning of July 1st, this bombardment intensified further, with nearly 4 million shells fired in barely an hour. Adding to the destruction, the British detonated 10 massive mines under the German defenses at 7:28 a.m. As British soldiers went over the top 2 minutes later, they must have wondered if any German could have survived such a murderous barrage. The immediate rattle of enemy machine gun fire soon answered their question. Despite the intensity of the British bombardment, its effectiveness was limited by a critical lack of heavy guns. Out of over 1,500 artillery pieces, only 233 were large enough to cause significant damage. Furthermore, up to 30% of the shells were duds, and Haig's decision to seize both German trenches simultaneously meant the bombardment was spread over a much larger area than it could have been. As a result, most of the German defenses were dazed, but still very much alive. As British troops rushed to